大家好，今天呢，我们一块儿来学习一下有关胎心监测啊。因为在咱们的产科这部分内容中呢，有关这个胎心的监测，其实可能是大家容易混淆啊。那么为什么容易混淆？最主要的是它几个不同的图看着比较相似。那么今天呢，我呢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呢把这个思路捋清楚啊，它这几个图到底都是什么意思啊，有什么临床的含义啊？那么总体来讲，其实咱们的胎心监测的图呢，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在就是孕晚期啊，但是还没有宫缩这个情况下，我们做的胎心的监测。这一部分呢叫做 NST 或者 CST 啊，两个不同的实验。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在有宫缩的时候啊，基本上也就是说在生产过程中啊这一部分啊，那么它进行了胎心的监测啊。首先这个思路呢我们要捋清啊，然后我们下边就先看第一个，这个叫做无应激实验 NST 啊。那么这个就是属于什么？就是在没有宫缩的时候，我们要做的这个胎心的监测，它的目的就是看什么呢？看你这个胎动和胎心之间的关系。那么它的做法呢，就是你看像这个图上画的一个孕妇她基本上是这种半坐位坐在一个沙发上比较舒适的姿势，同时呢，她的腹部缠了一个超声探头，这个就是咱们测量胎心的这个监测的超声探头。那么同时呢，他的手里还要攥着一个按钮啊。你看他虽然没画出那个钮来，但是呢，那个手的姿势这个摆在那儿，它里边其实有一个 button 有一个按钮。那么当他感觉到有胎动的时候，他就按一下这个钮啊。那么按了之后呢，在图上就会有一个标记啊。我们这个图你看右边它是出现了两条描记线，那么其中一条呢就是这个胎心的心跳的监测，另外一条呢就是这个孕妇呢，她有没有按这个钮的这种标记啊？那么当你发现有这个胎动的孕妇按这个钮的标记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段以后的这个胎心是在有胎动之后发生的，所以它会有一个变化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无应激实验。那么它是刚才咱们提到它是什么呢？孕晚期的一个比较常规的监测，或者是什么高危妊娠的随访。它一定是在没有宫缩的情况下做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无应激实验。那么它主要观察的就是胎动和胎心的关系这两个一个是胎动，一个是胎心。那么在胎动的时候，我们主要看这个胎心有没有变化，当然主要是有没有加速。因为咱们都知道，你如果是运动的话咱们成年人也是这样，你运动的话，你的心率会加快胎儿也是如此。当它有胎动的时候，理论上它的胎心应该是相应的加快才对。那么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呢，我们叫反应型的或者叫阳性这个是什么标准我们一般监测20分钟，在20分钟之内要有大于等于2次和胎动相关的这种胎心的加速，而且每次加速要比基线上升15次每分比如说它原来胎心这个胎心的基线是120次每分，那么在有胎动的时候，它应该大于等于135次每分。同时这种心率的增加要超过持续的15秒钟那么也就是说，当有胎动标记以后有胎动的标记以后，我们看后边这一段胎心的变化，我们会发现什么？它的基线上抬超过15次每分，同时这种维持时间要大于等于15秒，这个就叫做它是一个正常的NST 实验结果，或者叫做反应型的。那么相反，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指标，是吧？比如说只有1次胎动，或者说它虽然有2次或者3次胎动，但是每次基线增加的数量可能只有5次而且持续时间也没有超过15秒，它可能只有持续了4-5秒钟，那么这个都属于不太敏感那就叫无反应性那么在此呢，我们还要提一下，除了 NST 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叫做 CST 实验。这个实验一般就用于这种就是反应不好的 NST 这些孕晚期的孕妇呢，来可以尝试做 CST 实验。那么 CST 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有负荷的那么它就相当于，如果这个胎儿他是感觉他的反应性不好，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
给它增加一些刺激，让它反应能好一点，来看看它的结果啊。就是比如说，咱们按理论上讲哈，有一些方法可以刺激，比如说刺激乳头哈，刺激这个孕妇的乳头，或者是使用这个催产素啊。那么当然，这个它就是一个明显的对于这种胎儿会有刺激啊，它有可能会诱发宫缩。那么这些呢，就属于叫做 CST 哈。那么对于 CST 我们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哈。那么第二大类哈，咱们说的就是什么有宫缩这种监测，当然这个主要就是在生产过程中。那么有宫缩的监测，我们看哈这个照片，它是2个探头在这儿，对不对？那么其中一个呢，就是还是测量胎心的这个探头，另外一个呢，它就是测量宫缩的探头啊。所以这个我们说这2个探头分别对应着胎心和宫缩，所以它描记出来也是2条线啊，就和刚才咱们说 NST 那也是2条线，但是这2个呢都是胎心是其中一条线，但是在 NST 试验中呢，那条线是什么？是它胎动啊。那么在这个咱们现在有宫缩监测的时候，这条线是什么？就是宫缩了啊。我们先看一下哈，这几个都是咱们考试里边最常见的。第一个叫早期减速。什么是早期减速啊？那什么叫早，什么叫晚，对不对？我们说早主要是看什么呀？咱们上边这一条线，大家看 FHR， 这是胎心啊，胎心率。那么它的现在差不多在120到150中间的位置，对不对？差不多135。然后呢，慢慢往下走，慢慢回复，是吧？然后慢慢往下走，慢慢回复，它的基线差不多就在这儿哈，差不多130多。那么这个呢，下边这个就是宫缩，是吧？宫缩啊，这是第2次宫缩，这是第3次啊，这是初次宫缩。我们发现呢，在初次宫缩开始的时候，马上伴随着就是这种胎心的心率的减慢啊，减慢的倒不太多吧，不到10个左右啊，10次左右每分。那么当宫缩结束以后呢，它也恢复到基线了。那么当第2次宫缩出现的时候呢，也是伴随着宫缩刚刚开始，它已经是心率出现了减慢。当然宫缩达到顶峰呢，它也达到了最低点。那么当宫缩逐渐的减弱的时候，它也慢慢向基线恢复了。所以这个早期减速的它特点是什么？在宫缩早期就出现，指的是这个啊。所谓早就指的在宫缩早期就开始出现。那么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早期减速。同时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个波形是什么？头对头啊，或者叫肩对肩啊，它是和宫缩同步的啊。那么形状呢也比较平滑，比较对称。它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主要是胎头受压啊，胎头受压引起的迷走神经反射，导致心跳变慢。它呢在临床上不认为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可以认为是一个生理性的变化，也不代表有胎儿的缺氧，所以通常不需要特殊处理啊。这个是早期减速。那么下面我们看的这个就是晚期减速了哈。我们看它这个波形和刚才是类似的，上边是胎心的基线，然后到这儿下降，然后恢复又下降。但是下边的宫缩呢，你看先有一个宫缩，这是第2个。我们看哈，在这个宫缩第1次宫缩起来，然后逐渐的在减弱的过程中，才出现胎心心率的下降啊，那就出现在宫缩的晚期，所以我们叫做晚期减速。我们再看第2次哈，也是第2次宫缩开始的时候它没有变化啊，维持基线。但是呢，当第2次宫缩减弱快到恢复的时候，这个胎心的心率开始减慢，越来越明显了。所以呢，它也是在宫缩的晚期出现，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晚期减速啊。那么晚期减速是我们最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它呢是直接影响到我们说这个可能胎儿是不是存在胎盘功能不全啊，灌注不足，那么导致的就是什么？胎儿的缺氧啊。那么这种可能是由于和什么子宫收缩过强有关系啊，或者胎盘功能不良，或者母体有低血压呀、缺氧导致的这种胎盘灌注不足。那么这种灌注不足就直接导致了它的胎心的变化会偏慢啊，就偏慢了，它的反应变得差了。那么所以这是一个病理性的改变啊，提示了胎儿的缺氧。所以这个呢是最危险的一类减速啊，就是晚期减速。最后这个减速呢叫做变异减速哈。
那我们看这个变异减速的波形特点，似乎和一开始咱们说的早期减速类似哈，头对头啊，或者说这个尖对应着这个尖啊，尖对尖。那么同时你看这个波形上啊，当宫缩出现的时候，它开始下降啊，然后当宫缩恢复的时候，它也恢复了。这个也是哈，又是宫缩出现，它也出现；宫缩恢复，它也恢复，基本同步。那么大家可能就有个问题了，那你说这个变异减速和早期减速，这看着很像啊，是吧？它的这个时间出现的比较一致，那它的差别在哪儿？区别是什么？那么其实最主要的区别哈，我们说变异为什么管它叫做变异减速？它其实主要是两个点啊出现了变异。第一个就是宫缩和这个胎心的变化没有一个固定关系，在这张图上它是有对应关系，那么在下一张图上或者在其他一个人的图上啊，它可能就不是这样尖对尖啊，头对头了，它可能偏前，可能偏后啊，也可能正好对在这上啊，这个是不一定的，它的时间关系不确定。第二个呢，就是突然下降，突然恢复，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变异减速的波形变化幅度，胎心这个变化幅度是明显的要深，对吧？这个比刚才那个早期减速明显要深啊，也就是它忽然下降，然后忽然上升到极限，然后忽然下降，忽然上升到极限。我们对比看一下前面早期减速，你看它的幅度就小，而且它恢复比较平缓，比较缓慢啊，比较低幅度变化，然后比较慢慢的恢复啊，很光滑平缓，就不像这个变异减速是吧？忽下忽上啊，忽下忽上，而且这个深度幅度比较大。那么这就是变异减速的特点。它呢一般是由于什么脐带受压啊导致的变异减速，那么可能是有什么这种脐带绕颈啊、羊水过少啊、脐带脱垂这些原因。那么它呢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危害不大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也是比较常见，而且呢多数情况下可能还是可以接受，或者说孕妇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如果它持续的发生啊，而且这个变化越来越明显，这个维持时间越来越长，那么这就要小心了。它有可能没准慢慢就能转化成晚期减速啊，就是它其实呢可能就有一定问题了。所以呢，对于变异减速我们也是要重视哈。那么常见的处理，比如说改变体位啊，让这个孕妇呢，比如说采用这种膝胸位啊，那么它有可能就会由于这种体位的改变，或者朝左侧或者右侧位，反正体位让它变一变，有可能这个脐带这个受压的情况就会缓解，是吧？包括吸氧或者仰卧腔灌注哈。那么最主要其实常用的还是改变体位，是比较方便的这个方法。那么最后呢，我们看一下哈，还有一个就是加速啊。加速其实是什么？是一个正常现象，也就是说，当有宫缩的，其实这种有宫缩的情况下，胎心理论上应该是增加才对啊。那么加速呢，它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候啊，就是也不一定非得有宫缩，它可能这一阵心跳就快一点，下一阵慢一点，然后又快一点。这种胎心的心率增加呢，没有那么固定啊。当然有宫缩的情况下，它增加这个也理所应当啊，这是非常正常的。那么当变异减速出现的时候，大家看哈，这个就是幅度深、变化快、比较陡峭啊，这个就是变异减速的特点。那么再看一个晚期减速，晚期减速呢，你看当宫缩达到晚期的时候，它才开始下降啊，这就是晚期减速。这个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胎盘功能不全，这就比较危险了。我们看一下恩克莱斯考核的重点啊，加速基本上和宫缩关系可有可无啊，关系不大。它呢胎儿状态非常好啊，没有什么问题，这是安全的。而早期减速呢，通常是和宫缩同步，对吧？那么它主要是胎头受压，这也是多数情况下都是安全的。而晚期减速就不一样了，晚期减速出现在宫缩之后啊，宫缩的晚期，它呢主要是反映了胎盘的供血不足啊。胎盘功能不全，胎儿缺氧，所以这个是最危险的情况。那么当然最后这个变异减速呢就没什么规律了哈，宫缩可以没有什么关系啊。那么变化呢比较陡峭啊，幅度比较大，恢复呢和出现都很快。这个原因主要是脐带受压啊。那么我们根据情况来决定是不是很危险啊，可以先尝试改变体位。啊，如果有效的话呢，基本就不是一个大问题啊。但是如果它反复出现、持续存在，而且这种持续时间很长的话，可能就需要引起重视。
好，那么有关这个胎心的监测呢，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哈，也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分享，谢谢各位。